同学们好啊！今天呢，我们这节课来提染收官啊。这提染收官啊，我们给它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的话，主要是提染收官啊，主要的目的一开脸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开脸。第二呢，是把其他的一些物体给它最后颜色给它固定一下，确定好啊，该用实色的给它照实色，深不加深，亮不提亮。好了，大家来看到了我现在这幅画我已经给它裱了版了啊，裱到板上面，我们来画这个画。你看一裱完板这个一抻平了，这个效果就比那个什么一样就是比那个不裱板要漂亮的多啊。所以我们这种工笔画一定要注意你画完了以后一定要去裱一下。裱完了以后3分画7分裱，我们这个裱完以后就特别出效果特别出效果。我们分染之前我们也说了，分染完了这幅画也基本效果就出来了，是不是？大家也能看到，画到这里这幅画其实把这个眼睛使劲涂一涂，是不是也能交得过去拆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肯定还不止如此是不是？不止如此。好。现在我们来当然裱了板它没有像我们这个画画这么方便是不是？这么方便，就是说你得趴着画你得趴着画，因为它不像我们这个板纸给它可以伸缩自如，是不是？纸随便动。还好我这个板还可以还有大板。专门准备的专门这个板子一定要多板子一定要多。调整一下焦距。我们首先来就是开脸，第一步就是开脸，把这个脸我们要给它染出来。开脸怎么开呢？首先淡赭石我们这个赭石一定注意了，要沉淀一下给它沉淀一下，用上层。这样的话，这个颜色就特别的什么呢特别的润。用也用不了多少虽然用不了多少但是我们这个我们还得给它沉淀一下。找一根相对干净的笔。笔刀。找到了，画了几根这个好，先给它调开，调开以后加水。再给它调匀了，一定注意了画开脸的时候，这个淡赭石是一定要慎重一点，一定要沉淀上那么几分钟让它沉一沉，沉一沉完了以后再给它画。那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来什么呢来说一说这步首先我们要注意最大的面积是什么？就是它这个金色的头冠。金色的头冠其实画到我们这个程度已经基本出效果了基本出效果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深不加深。我们来调一个中等偏浓的赭墨色。对，中等偏浓的赭墨色。你看，首先我这儿有个墨色，是不是？里面好，加赭石加赭石。中等偏浓的赭墨色。
你看，所以离的那个画呀要稍微远一点，要不然呢很容易溅到画上去。我这是没办法啊，这个画太大，然后摄像头啊，它这个伸缩啊，伸缩它有局限。什么色啊？不过没事儿，咱们这个是熟宣，熟宣就不存在这个溅上去，只要你及时给它处理掉就行，而且是一点点。好了，我们接下来啊，在这个赭石让它沉淀的过程中啊，我们来往下啊，来往下。把这个深部给它加深，哎呦，这就得费劲了。所以画画的时候啊，同学们一定注意一件事情啊，遇事不要慌啊，是不是？遇见问题了以后，你要学会及时给它处理掉。我这个就得撅着画。就找它最深的角，啊，找它最深的角，然后给它卡一下。好，面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小。从左上角开始，这个就尽量不要平涂了啊，像这个就不用画了。目的是什么呢？小面积的给它增加这种层次感，起到什么画龙点睛的作用。稍微的加，你不要把它加的很深，稍微有一点就行啊，但是就这一点啊。它就能把这个整体的这个色度啊，就深度啊，给它拓宽了。你看这里，你就找最深的地方啊，最深的地方。好，这里。这边就是平涂啊，这里染的呀，同学们啊，染的这个面积啊，一点都不多啊，一点都不多。但是要求你这个平涂的基本功很扎实啊。也注意了啊，你这个墨的浓度啊，不要太高了啊，不要太高了，也不要过黑了。你看，有一些结构啊，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前期染的时候已经模糊了，是不是？现在我们就给它
加深啊，是不是？那这样染下来的话，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深度、立体感啊，就更加的强烈。但是要分的啊，要分的，不是所有的夹角都有，是比较深的地方，我们给它加深。是应该深的地方，我们来加深。如果是画壁画，就肯定用不着这样。画壁画的基本已经完成了，它这幅画啊，就是眼睛再勾一下。但是壁画根本就就像敦煌壁画那种画法，它基本就不染了。像这里。我觉得它这里还能深一点，你看我就给它深下去一些，这深度一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像这里，我觉得这里需要深一点，看从头到尾也没怎么深下去。好，我现在给它补一下，对不对？这里有时候前期不足的地方啊，后期我们在收尾的时候，收官的时候是可以给它小面积补齐的。像这边就是夹角，这里一直就是它这个层次感上不来，是不是？你看，慢慢的把这深的地方，不是所有的啊，不是所有的，你是觉得你要觉得，而是有标志性的给它加深啊，有目的性的加深。而且还是以什么呢？以这种夹角为主，该捅的捅啊，该分的分。像这个结构不明确，不明确之后补一下同染。但是注意这个度啊，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染，是需要你加强它层次的地方。根毛。面积不能大了啊，面积不能大，一大了这个就不是金色了，就成了黑色了。这个就可以给它深入一些。像这样。这小结构，你看，给它深的地方加深，
这些该深的结构啊，你看给它表现清楚。同学们，你们仔细发现这个规律了没啊？就是很小，面积很小，但是你们仔细看一看，这边我是染过了的，这边是没染过的。左右对比一下啊，它的这个层次啊，丰富度，就是已经染过的，它要高得多，是不是？这个深部提染啊，这要看效果的，整体的感觉是不是？整体的感觉，你看这。我这都得猫着腰，这不能坐着，我这是站着画。看根部，把它这个金色的火焰来一点，拐角处来一点。后面的佛牌来一点，转角处，都是面积很小的，但是它这个结构啊，你看这就这个转角处，你看不是所有的都染，但是就是染局部，但是你就是染局部，它这个整体感就立体感就比那个什么强啊，是不是？比刚才的要强。晕染的时候一定注意了，用劲要轻巧啊，轻巧。面积要怎么样？面积要稍微小一点。看，一点一点的来啊，一点一点的来。最后，小夹角，而且啊，你这个色笔中啊，一定要注意干一点，不要太湿了啊，笔太湿了不好。小面积染啊，很容易染出事故来。是不是？
就是一个微调的过程啊，深不加深，微微的调，微微的调。像这些小结构，就几个小点。要染这点可费了劲儿了，我这是弓着马步在染啊，弓着马步在染，猫着腰在染。因为它上嘛，它下面还好一点啊，上面的话离这个画板啊有点远，你够不着呀，你不得站起来弓着腰染，是不是？啊，可以立起来染啊，同学们，立起来不好拍，不好拍视频。而且啊，像这种啊，你们画的时候要注意，要随时啊，画着画着要举起来，放到远处看看效果。慢慢的咱们这就快染完了。染到哪了？这儿。面积都不大啊，就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面积啊，全是在夹角。这个面积非常，就是深一下，很重要啊，很重要。像这个夹角，这个夹角。染着染着啊，同学们，你们就会发现一件事，这个头冠啊就越来越立体了啊，越来越立体了。面积虽然小，但是它管用啊，它这个特别出效果。像这里。染的面积也不能太大了，固定在一个里面。你看，像这些夹角处，
这么染完了，这个效果就基本出来了。而且呢，你看，有像那染壁画的啊，精细一点的壁画，它就这样，它都不染啊，直接就勒，也叫皴，就属于皴的一种。好，最后这里夹角，都是有规律的啊，同学们。染的时候啊，你要转着圈的染。从这儿转一大圈啊，转一大圈，给它转出来。老是摸摸边儿，因为我们这个太干燥了啊，太干燥它容易什么呢？你看，边染就边调整，哪儿不合适给它加深啊，一定要慢一点，边画边看啊，边画边看，累，费劲儿啊！你看胡老师，我喘的。像这里，好，这边有了，这边有了，这里，这边就没有，没有夹角，有个圆弧。你别看啊，就这么一点啊，颜色很重的啊，注意你们的这个准确度。染的时候啊，一定注意这个准确度。你们画的时候应该比我这还要稍微的轻松一点吧？你们画的这个局限性比较小，又不用录视频，是不是？可以横着转着，我这就只能固定一个角度。这里就有点意思了啊，这里边肯定是要这样染的。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复杂的结构，看能看出。像这里平涂，流水线平涂，这就是流水线平涂。哎呦，这基本就属于平涂喽。这水线，水线啊，我一直都说它是一个处理手法，并不是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有的结构啊，它不是来表现结构，它是来增加对比的，使结构更加清晰的啊，不是说给它画造型，水线就来表现造型的啊，不是这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有的同学就问了，老师这个水线他老弄不清楚啥时候用。水线它其实就是为了区分这个
结构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是人为做出来的，大自然中是没有的。你就可以理解成这样，我让他为了画画的时候，让他这两个物体啊之间增加区分度，所以用水线，中间给他留条白线啊，这是我们中国画常用的一种方式。你要是理解了咱们国画的这种底层逻辑，啊，这你就很轻松了。咱们中国国画的底层逻辑是啥？就是它这是画的是哲学，画的是画啊，不是画的科学。跟你说，就是我们中国画所画的所有的物体啊，它都是要有个经营位置，经营这么个词啊来理解它。这个经营这个词啊，它太漂亮了啊，用的太好了。是我来设计，知道吗？啊，这是我来设计的，我画的是画。对，你要把这个底层逻辑它了解清楚了以后，你就这个水线啊，你就理解起来不困难。有些同学他学西画的以前，他接触国画以后，他就不理解，他说：“来，为什么要用这个？”对呀，他西画他要求你看到啥你就画成啥，对不对？西画他动脑子的地方少，就是刚出了啊，初级啊，我说的初级，殊途同归，你画到一定程度，它都差不多，一定高阶的。但是我们国画一入手就是从画中来啊，哲学理论入手。它西画是啊，一入手都是从科学理论入手，所以它有冲突啊，有冲突。但是画到最后啊，都是相同的。这也不是我说的，你看，老师，我经常甩锅，是不是？这不是我说的啊，谁说的？好像是张大千老先生说的啊。这西画、中画殊途同归，他是啥？我记得是有这么个纪录片说的，说他是找梵高去了啊。那时候梵高也活着呢，他也活着呢，俩大师碰在一起了啊，然后交流了一下，然后传说出来这么一个结论啊。你看这也不是我说的，反正我也是看纪录片，是不是？但是我能我能理解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啊？这是胡和老师理解的。好啊，你看现在这里啊修染完了，你看这里也差不多了，然后这里你看这里就要添一些小三角了。看这小三角一直没填，哎呦，我这都得妖摸着填，离我有点远。得亏年轻啊，得亏年轻。这五六十以后啊，这就得摘了眼镜了。我现在画一些精细的结构啊，还没到摘眼镜的时候呢啊，还没到摘眼镜的时候。好了啊，然后这边也完事了啊，然后这边小结构。太小了啊，太小的就这个我觉得是金国吧，这个给它金国吧，也没什么好涂的，该深的都深下去了。对，同学们，这也没什么好涂的，该深的都深完了。不该深的咱们也用不着给它加深了，是不是？就这里，哎，这里来一点，这里来一点，
起啊。好了，来，同学们，你看现在染到这个程度啊，也就差不多了。这个荷花里头啊，像这种啊，不要给它加深了，其实还能加深啊，局部加深。染的有点对比太强了，反而又把后面的衬的又没什么对比了啊，所以一定注意啊！你看我这一朵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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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这都没管它啊，是不是都没管它？哎，这儿的结构不对，不能说不对啊，只能说是不强啊，是不是？是不强。好了，你看这样染完了以后啊，哎，我还想推花呢，推啥花呢？不用推了啊，这里。像这些都到位了啊，没必要来一点点啊，提染嘛，深不加深啊，就来一点点，剩下的在这里，这里也没多少啊，也没有多少啊，这就好多了，我就能做起来了。你看这个小夹角。想通过这个深部加深啊，把一个物体和一个物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啊，给它加强。你看这，在尺寸间啊，来一些结构，小面积的晕染。这里，这里，很小的面积啊，但是下面这个链子啊，可能需要我们染的地方要多了，因为它这个局部的啊比较多，一个局部和一个局部啊就比较零碎。这里，而且要求你染的时候面积啊一定要小。我这染的都不能假，大面积的啊夹角，像这里小夹角。往中间带的，在这里，这里。不是所有的都要染，但是有选择性的啊要染一些，但是要把这个结构啊给它突出，尤其是这种画，你就要对称着画，而且不要加太大的，
一定注意别太大，一大了以后就面积一大了以后啊，就失去我们这个提染的这个作用了。就是小面积的，看现在这里，你看就是一个小米粒儿的，然后慢一点，让它稍微渗透一下啊，然后轻轻的，看这里边就是小米粒儿的。这里看小夹角，你看这染过和没染过，它完全不一样，同学们一定注意了，染过的和没染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层次。不是所有的都要染啊，但是该染的地方一定。你看这个就用不着啊，这就用不着了，这也用不着了。这些你看这个小角就得用。这个贴着上边缘给它染一下，哎，加强结构。看这个。这个小夹角，这边，这个夹角肯定得染。这边的，这边的，残色给来这儿，你看，这里来一下，我这儿漏了啊，这儿漏了，现在临时补一下。别的需要染的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啊，也就是个这儿了。这边其实用不着，你别看它这儿啊，真还用不着啊，真还用不着，这里需要捅一下。下面也用不着，就说它们之间的结构啊，没必要那么深啊，没必要那么深，你就没必要给它染，差不多就行啊，是不是？你看，染完了以后啊，这就行了。整体的话，你看它整个的这种深部加深啊，
我们就给它完成了啊。这里稍微来一点点耳环嘛，耳环后面掐一下。然后再往远放啊，你看它这个立体感一下就又不一样啊，是不是啊？啊，最后把这个手镯啊，手镯还有点。这个小夹角，这个夹角，这边是没有夹角的啊，这边是它只是画外面的，这个不能算是一个夹角啊，是不是？像这里啊，简单的这里稍微染一染，个别的小夹角稍微染一染就行了。残个中间啊抹一抹，行了。这手镯才好画嘛，是不是？好了啊，然后我们这个再检查一下啊，检查行，差不多了。一定注意这个柳叶啊，杨柳观音嘛，这个柳叶啊，一定注意对比不要太强了啊，它一对比一强的话容易抢镜，一定注意对比弱一些啊，就是颜色不要太深或者太浅。好啊，这基本就完事儿了。然后把我们这个赭石啊，我们这个赭石也沉淀的差不多了，同学们啊，你看沉淀了很长时间了。沉淀完了差不多了以后，把这个星角轻轻的啊，不要全倒，你看，这不是沉淀？你看，我又倒出来这么多，是不是？你看现在下面这不是沉淀了吗？是不是沉淀下去了？对，沉淀是有用的啊，沉淀时间越长，它这个效果越好。我们这儿的这个天气啊，你看，我这就给我撑开了，撑开是好事儿啊！你看，这就撑开了，撑开了，你就再给它划拉划拉，边上啊切一切，目的是把脸给我撑平了啊，其他的都无所谓。我把脸染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卸板了。这种美纹纸它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它不会把比较干燥的地方，尤其我们这种西北地区啊，比较干燥的地方啊，它不会把纸撑裂啊，只会把美纹胶带啊，它给你撑开啊，这样的话好。
有些地方你拿那个水胶带，就是那个牛皮纸那个胶带啊，那种它很容易把把纸撑裂啊，那个粘的太牢了。你看，很清淡的，很淡很淡的啊，像清水一样。像这种折饰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给它进行晕染。首先从上往下，是不是？继续减少面积。晕染的时候一定注意面积要大一点，然后用劲要轻啊，用劲要轻，就怕起毛了。然后呢，眉毛上方，眉骨这里啊，染膏发，不能说染膏发了，贴在这上面。然后是我们的这个然后是这样，连眼皮子，这里虚染啊，虚染。这里你看都是局部对称的，然后它下眼皮子贴着它这个眼睛珠子，下眼皮子给它勒一下，勒完了沾染一下，最后脸蛋子，脸蛋子。后鼻子衬湿啊，衬湿。下嘴唇。然后他的下巴，染膏发啊，边上，稍微来一点，这里腮帮子这里，给它铺一点，大面积啊，铺的时候都是大面积。再往下脖子，3道，
这下面就好弄多了。窄染嘛，等一等，让它渗透一下。从上往下给它染下来。最后耳朵。你看这一套啊，我们这就染了一遍。染完了以后，还有这里，你看这里，你别管它里面是什么，咱们就给它怎么样呢？大面积的染，你看这极淡的啊，而且对这些颜色，你看都没有，我就你看直接连这些什么呢？连这些饰品也给它平涂了，我就贴着什么呢？贴着他的衣服来，看把他的衣服看出来。你看这里它染上去，它不影响，知道吗？它对下面这些物体不影响，但是对上面的这个皮肤啊，它是比较有影响的。对，淡色有淡色的画法，这个亮色有亮色的画法。现在我们只是大面积的给它铺啊，大面积的给它铺。像手的话啊，也就是局部的小面积的给它有些捅一下了。分的话用不着了啊，分的话基本用不着了，就是它统一的这种手掌啊，这面积大一点了，给它。可染可不染，我总结就是可染可不染。然后继续，淡淡的啊，淡淡的，我都不敢吹啊，我就得让它自然干。吹的话，我怕再把它旁边崩开呢啊，再把它旁边崩开呢。但是染到这个程度也就差不多了啊，也就差不多了。再染一遍啊，再染。我们来啊，再来染一遍。但染的时候啊，要注意了，适当的调整啊，适当调整。我这纸也快受不了了，不快平了啊，快不平了啊，快不平了。像这里，顺着它这个边缘啊，你看浅色的地方，减小面积。晕染的时候面积要大。这里要减小面积了，看这里。看这里往这里延伸，像这边啊，我们应该有点熟能生巧的感觉了。是不是？
这边呢，我们也是啊，熟能生巧。为什么这么染呢？啊，是不是刚才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给它连贯起来啊？这里鼻头，颜色就是一点一点，但是你这个颜色，咱们这个颜色不能太染的次数太多啊！你染的次数太多了也不对，纸受不了啊。看这里给它下巴颏子往这延伸，通过遮挡宽体啊，下巴颏子延伸，这里边缘的稍微给它加深，这里耳朵这里往下两走走，好。哎，这样的话，减小面积。刚才我们都画，现在就画一部分。这里下边。脱的时候就注意了，因为它很淡啊，我们就是大面积的给它拖出去，让它过渡自然，深部加深的情况下过渡自然，下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好，这里好，我们这个赭石啊染到这里啊，也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淡曙红。对，现在需要用到淡曙红了。当然了，能漂一下啊，能沉淀一下再用是最好的。它有渣子啊，一定注意染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能用新笔。同学们听清楚了吗？千万不要用新笔，这个新笔很容易产生渣子，尤其画脸的时候。注意了啊，画脸的时候。像我啊，我就你们想沉淀沉淀啊，我觉得我这批曙红还可以。极淡的曙红啊，有点重了，再来一点。很淡的曙红啊，很淡的曙红，你看在这，像清水一样淡。我们来染它的细节，染的时候得吹一吹了，吹的话我的视频完成不了啊。亏染的差不多了啊，先染什么呢？先别吹了，先染手吧，是不是？他脸没干，手能染。手放低一点，把这个焦距一调。
哎，水笔色笔啊，都不要太。这手我们不陌生啊，是不是？手指头，先把手指头血色咱们先染一染。这里连它的遮挡关系啊，带它的这种血色啊，一起给它染了。接下来由最深的地方，去晕染。对，把这手我们给它小面积的，看清，哎，这里稍微的离的边缘多了啊，在指边缘稍微来一点，就是这样。好，然后边上这手啊，我们上节课不是专门的怎么样了，进行了这种练习，是不是？就是在它的最深部啊，淡淡的啊，把它的深部给它加深啊，是用淡淡的曙红。在边上加点血色啊，边上加点血色。看这里，薄薄的、多次的，使得它的对比加强。看这里。这里，但是一定注意要淡啊！你这一重了啊，就容易过，知道吗？而且这个手啊，原则上我不太建议啊，这个染的太明显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对比啊太强烈啊，我不太建议。它毕竟是个什么呢？啊，毕竟
它是个配角啊，是不是？你不要把它染的特别深啊，特别深。那这就差不多了啊，这就。好，你看这个手啊，我们加强完了，哎，正好脸也怎么样呢？啊，我这脸也差不多干了，咱们就开始深入的刻画脸。刻画到脸的时候，注意找到最深的地方，看这里。面积要小啊，面积要小。染的时候要宽。局部的找到它最深的地方，给它进行晕染，并不是说所有的一定要染啊。你看，很淡的啊，你看就是中间这里，上面这个，看到了没有？稍微后面宽一点点啊，宽一点。这里贴着它的眼皮的下方。夹角这里，你看，抄夹角。有些地方啊，有点就行，是不是？有些地方啊就不行。你看这里，这个人中啊，不要给它染的就特别的重啊，稍微染一染，有点就行。你看这里不明显，是不是？好，像这个有点就行，像这里有点那么个意思就行。对，关键是这里鼻头这里染高发，给它染开了。你现在看的明显，它一会儿它就不明显了。这些，你看这里，虚染，从中间往四周啊，慢慢的给它染，它虚虚的一染，然后染到这里。
对，或者是什么呢？啊，衬湿啊，给它再加。衬湿加的话，这个颜色也挺润啊，也很好，但是不能太少了啊，全给它铺过来。看，缩小面积。嘴角。耳环、耳朵、下巴，这里稍微来上一点，最深的地方啊，最鼓的地方，给它稍微来一点点。曙红、平涂。然后脖子，小面积的，脖子注意了啊，面积别太大了。这边夹角，这就精细化了啊。这里夹角。夹角，后往下，这已经染的不错了啊，是不是？夹角，这个你就曙红不好照了啊，你这不是赭石了，照起来的话有困难，稍微点一点，看，贴它的边缘。减小面积，稍微来一点就行啊。最后，这上头，你看这里夹角处。找找这小的夹角处，眉骨这里最鼓起来的地方啊，给它补一点。中间刷一下水，趁着这里啊，贴着左边，补一下这里，淡淡的补一下，若隐若现的补，这样才好看。然后这里也是最鼓起来的地方。好，现在啊，我们这个淡曙红啊，稍微加深了一点点啊，稍微加深了这么一点点，这边稍微再来一点，它毕竟有压盖关系嘛，是不是？这个加深完了以后啊，全部啊，我们再给它看这里，再加强一下。
这里最深的地方来一下。现在还是没有传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啊，我们来拿一根墨笔，小号的啊，我们来调一个淡墨，或者是淡的赭墨都行。淡墨就好染啊，淡的赭墨好染一些。你把握大，你就稍微浓一点；把握小，你就淡一点。多次晕染。我这个把握稍微大一点，我给它调个淡墨。首先第一，先把这个眉毛你看从中间往四周，慢慢的修慢慢的修，边缘要模糊一点。你那有能力的同学啊，你就给我一笔下，是不是啊？那咱们初学的同学呢，不熟练的同学，咱们就慢慢修，就像我们平时化妆似的。一点一点的给它修浓它。对，有些女同学啊，你就想一想，平时你给自己画眉毛，你是一笔画完呢，还是一点点修呢？是不是？你要是一点点修，那你现在画画更是这样，一点点修。眉毛和眼睛这里啊要一起。往远走，然后从上往下晕染。从中间往两边晕染，到边缘这里融合。这种慢慢修出来啊，比这种一下勾出来的啊，成功率更高，造型更准确。是不是？然后你看，顺着他的眼睛瞳孔中间涂完了以后，往两边晕染，晕染到我们刚才那个合适的位置上。
这个也是一样啊，染中间，然后晕染到两边。哎，边界要模糊一点，是不是啊？啊，你边界模糊一点，我这个墨色就其实是比较浓的，比较浓了啊。然后继续啊，眼睛画完了以后啊，继续眉毛，继续从中间啊，眉毛肯定是两边慢慢虚了，中间是很实的。看，从里面给它染过来，不合适的地方啊，给它调整，减小面积啊，修修位置呀，是不是？合适的就继续重复。然后画一画，站远了看一看，画一画，站远了看一看，看什么呢？看它整体的这个度啊，看它整体这个度，像这个眼珠子，从中间往四周晕染。是不是？然后注意眼角，像这些都是必须要涂的啊！你看，像这里。小范围的摘染，慢慢的啊，我们这个你看，整个的这个效果啊，就出来点儿了啊，出来点儿了。接下来继续，上眼皮，中间重。对，中间重，它上眼皮比下眼皮要怎么样呢？要稍微重一点。是不是？慢慢的啊，你看这就修的漂亮了啊，慢慢的就修的漂亮。好，最深的地方别忘了啊，这里稍微点一点，鼻孔嘛，啊，稍微点一点。这里，像这里，小角，这个嘴唇啊，就这个最深的角，你看点一个像
比小米粒儿还要小的一个点，给它从里面到外面，从最里面给它卡出来。是不是？哎，这样的话，慢慢的再给它加深，逐步就减小了。你看，最深的就是上眼皮。慢慢的一点点调整啊，一定注意。最后这个眼睛珠子注意中间画一个小的，这里也是画一个小的，是不是这个层次感就丰富了？对不对？层次感丰富了。这个小的呀，你不能太那个什么啊，趁湿再给它点一点，比较湿染，加深加深，慢慢的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效果就明显了？来，往远了，这没干呢没干呢。用膏稍微举一举，干了以后这个墨色肯定要变淡。你看远看过去，是不是我们来把它吹一吹，眼珠子有点黑。你看，远远看去眼珠子有点黑，我这个吹风机，一定要等干了以后看这个效果你看干了以后我们一看呀，远远一看你看这个眼睛，你看这不就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它这个上面和下面的这个这里稍微的淡了一点，看从中间往两边晕染一下。这边也是，把我这头也净了，入了镜了，就贴着这个眼睛的下边缘，一小截在眼珠子下面，加深。这就差不多了。最后淡曙红，明显的就淡了然后再加看眼睛这里对比就，它眼睛它强了眼睛珠子它深了，它这个眼皮子这里就怎么样了？相对的是刚才挺好，现在就淡了，我再给它加强一些。
下边贴着它这里，贴着它眼珠子下方啊，曙红稍微再给它勒一下，小面积的勒一下。这里稍微再来一点，稍微再，就在眼珠子下方，从中间往两边给它染一下。好，这就差不多，最深的地方啊，这里再加强。你看对比都是相对的，同学们，是不是？刚才挺好，现在就不一定。这就看大效果。你要看近处的话呢，你往近看，那肯定效果没问题，是不是？嘴唇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染嘴唇了。嘴唇的肯定不是曙红啊，但曙红只是为了给它调个基本颜色。我们来给它调个淡珠标。哎呀，我这纸啊，我们这已经崩开了，崩开就崩开吧。反正我脸已经染完了，是不是啊？脸染的差不多了，崩开就崩开吧。一定要是淡珠标啊！淡珠标一遍一遍的给它加，往起加。加啥？加平涂呗。画一遍，干了再画一遍啊！要看整体，一定注意要看整体。上面这个很好啊，我们也给它淡珠标，一定注意这个额头这个红和这个嘴这个红，一定注意啊！慢慢的由淡往深加，你别一下深的太深了，那就缺少了这种感觉了啊，知道吗？缺少这种整体感了。画的时候一定注意这种整体感啊，一定注意这种整体感。淡珠标啊，淡珠标，吹一吹，有点大。我这是曙红完了又是珠标啊，然后差不多就行啊，千万别太红了，大红嘴唇子不好看。大红嘴唇子不好看。然后咱们这个嘴唇子啊，你也别把它像那种西方那种啊现代工笔那个，把它染的太那个太那个逼真了啊，有点异响。他有的人染的就很逼真啊，就是这个嘴唇子这里还要给它画纹理啊什么的，太逼真了啊，太逼真了。咱们要注意，千万别过了啊，这就差不多了啊，这就差不多了。然后再把这个淡珠标啊，我们调成这种极淡的珠标，极淡的这种像清水一样的珠标。干什么，同学们？对，我们给它照色呀。你忘了上节课我们画这个手的时候，最后淡珠标给它照了一下色。
就像清水一样的淡珠标。来看一看我们的淡珠标，极淡的珠标，画出来就跟清水似的。我们来慢慢的给它整体啊照个颜色啊，整体照个颜色。照色就不用近景吧，这就是远景。哪儿不合适自己调整，对比着调啊。也许你的和我的颜色略有区别啊，略有区别。慢慢的调整啊，慢慢的调整。要不然就是画完了以后发到群里头啊，给我看。画的过程中啊，别着急，尤其是开脸的时候，别着急，给我看。这个照色的时候啊，不要涂到眼睛里面啊，不要涂到眼睛里面。颜色要润啊，颜色要润。看着深啊，其实啊，这个淡珠标是很轻很轻的这种，很淡很淡的。其实画的就是个相对性。你看这里，耳朵顺便给它涂了。筒分筒啊，筒分筒。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那下面这些小结构怎么办？别管它。这种淡色，你就是涂到这个金色上啊，它也不会有任何大的影响。什么意思呢？你看下面有小结构，别管它，直接涂到有皮肤的地方，给它照过去。你感觉哪里有，你就给我涂到哪里。看，怕有笔痕就全涂了它，对不对？手，对，别忘了还有手呢。把指甲也涂了吧。这里涂手的时候注意了，给胡胡老师涂的时候啊，边缘注意不要涂到筋骨上去，直接也涂吧。照完颜色还能调整，你要觉得哪儿的颜色不满意啊，还可以继续调整。啊，这就，你看珠标一照啊，整个皮肤的颜色就漂亮多了啊，是不是？好啦，我们这个开脸啊就
差不多完成了啊，差不多完成了。我这纸也绷的差不多了，你看这都起来了，有的地方都边上都开了，开就开吧啊，反正我这脸也画完了。所以一定注意啊，一定注意，开脸一定要平平的画啊，要不然啊，画的不干净啊，画的不干净。然后接下来等它干了以后啊，我们回头再亮部稍微提亮一些，增加它的什么呢？啊，增加它整体的这个对比度，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皮肤啊就画完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调一个金色啊，调一个金色，给它上面照一个金色。照金色之前呢，我先拿这个赭石，淡赭石，也不能说特别淡吧，啊，就是不像清水一样，但是是普通的淡赭石，或者中等偏淡啊也行，就中等偏淡赭石吧。我把上头的有个珠子啊，我给它表现一下，什么珠子呢？你看这里，看珠子和这个花啊之间的感觉，这个遮挡关系。行，前后啊，你看这里，注意染的时候面积稍微大一点，要不然它这个层次感我们一会儿不好表现啊，不好表现。像这里都有遮挡关系的。焦距还是没调好，反正染也是个妖魔的染，是不是？大概染就行。哎呦，我现在总是想那个什么，这脸部一染完了以后啊，这个我就可以估计我就能拆板了啊，能拆板。好了，同学们，因为拆板我画的时候轻松呀。这画的腰疼腰酸背疼还得弓背呢啊，是不是？好了，接下来呀，我们这个画啊，基本就画到这里啊，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接近尾声了，就不难画了。你看，我再把这个焦距调一下，这光开脸画了2个小时，调2个小时。好，这个嘴和这个额头的这个，它应该叫个铅毫啊，我记得要是没记错的话，啊不是也就这样吧啊，回头我再查资料。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给这个金色的啊，用金色的颜料给它倒染啊，金色的颜料倒染，然后把这衣服和这个叶子提染啊，然后再把这个白色的飘带、蓝色的衣服。还有白色的什么呢？啊，白色的金箔，我们再给它提亮，然后我们这幅画就基本来说啊就成功了，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哎呀，我看这幅画呀，2周肯定完不成啊，2周肯定完不成。光这个分染我估计就得画1个星期啊，你别说那个什么了，我估摸着得3周啊，提染收官啊，提染你看光开脸就小2个小时，加上这个深部加深，是不是？我看还是分成3周课程吧。我本来说是2周差不多能完成，但是光这个白描我估摸着很多同学就挺困难啊，白描这个就估计得费劲了。好了，不管怎么说，先录吧，对不对，同学们啊？录完了再分课时。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金色。